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大家了解佛手瓜吗？懂吃的人为什么都那么爱吃佛手瓜呢？一起了解一下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：佛手瓜、鸡胸肉、胡萝卜、西红柿、小葱、生姜、大蒜、香菜。现在佛手瓜特别的多，我们这里卖5毛钱1斤。这个时候的佛手瓜比较嫩，趁着新鲜就多买了几个。佛手瓜长得像2只手合在一起，像佛的手一样，所以叫佛手瓜。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里叫洋瓜，老一辈的人都喜欢用洋瓜炖猪脚。你们那里还叫什么呢？佛手瓜几乎不含反式脂肪酸，口感清甜鲜嫩多汁，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，也可以用来烧菜。同时，佛手瓜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，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，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。如果处于生长期的儿童，平时多吃一点佛手瓜，还有助于增强免疫力，促进大脑发育哦，是蔬菜里的王牌哦。对佛手瓜削皮要记得戴手套，或者是在清水中进行清洗，因为佛手瓜皮层的粘液就像山药一样，会引起皮肤瘙痒，而且会像胶水一样粘在手上，特别难洗，用水就可以轻松的化解了。嫩的佛手瓜其实不用削皮，洗干净即可。那像这样的缝隙里边的，我们还要用小刀给它抠掉。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款佛手瓜，非常养生的一道做法，收藏起来做给家人一起吃哦。我们把佛手瓜切成薄片，切到中间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佛手瓜的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核，这个核的营养也是很丰富，不过核的口感并不是很好，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可要可不要。成熟的核我们可以种在花盆里，来年就会有吃不完的佛手瓜了，生命力非常顽强，很好养活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佛手瓜切成细丝，可以尽量切得细小一些。有些朋友说吃佛手瓜会致癌，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。佛手瓜不但营养丰富，而且经常吃，对我们的身体还有着非常多的好处呢。切好的佛手瓜丝先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少许的配菜。一块鸡胸肉先把它切成薄一点的片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薄一点。佛手瓜几乎不含反式脂肪酸，和鸡胸肉搭配起来是一款非常低脂的健康菜哦。切好装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给鸡胸肉调味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加一点生抽、料酒、蚝油，加蚝油，一些麻油，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使鸡胸肉完全的吸收料汁。再加入1勺淀粉，搅拌成每一根鸡胸肉都能够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，这样可以锁住鸡胸肉的水分和营养，保证其口感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切成薄一点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一个去了皮的西红柿，我们把西红柿切成小丁，西红柿皮一定要去掉，不然会影响口感的。切好的西红柿丁先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颗小葱白，1块生姜，2瓣大蒜，大蒜和生姜切成块后，再剁成碎小一点的末。小葱白直接切成葱末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少许的香菜，直接切成香菜段，切好装入盆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烧油，油温热后，我们下入葱姜蒜末，大火爆香。炒出香味后，我们下入西红柿丁，翻炒出西红柿汁，然后加入清水，清水的量可以多来一点，这样汤汁就会比较清爽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
这个时间我们准备2个鸡蛋，打入小碗中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开。然后我们再来调个面疙瘩。对于面疙瘩，很多朋友都说拌出来会大块大块的。今天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。先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，准备适量的面粉，然后准备少许的清水，用一滴一滴的方式滴入面粉中，然后每滴一次水就换一个地方，像打游击战似的打了就跑。我们使用平排，以这样的方式拌出来的好处就是，面疙瘩会分布的比较松散，不会叠压在一起，就不会出现成坨成坨的大面疙瘩了。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现在锅中水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佛手瓜丝放进来了，跟着胡萝卜丝也放进来了，用筷子搅拌开，中火煮开。煮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面疙瘩放进来了。面疙瘩放进来之后，迅速的用筷子搅拌开，这样面疙瘩才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，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你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煮开之后就可以开始调味了，往锅中加入1勺食盐调味，67粒鸡精，再加入1勺蚝油，1勺生抽调味，搅拌开，使调味料均匀的混合开。再次煮开之后，我们把腌制好的鸡胸肉放进来，根据用筷子把鸡胸肉搅散开，这样鸡胸肉就不会粘连在一起。鸡胸肉放进来以后不用煮太长时间，烫上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淋入打好的鸡蛋液。这时不要忙着去搅动它，使蛋液定型凝固。之后我们开始搅拌几下，蛋花煮熟，然后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我们把香菜段放进来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里的香菜主要是起到一个增香点缀的作用，所以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可以不用放哦。搅拌混合均匀，这样一道香喷喷的佛手瓜鸡胸肉鸡蛋汤就做好了，特别的营养好消化。佛手瓜吃起来特别的清甜，鸡胸肉口感鲜嫩不柴，特别入味，疙瘩筋道也太好吃了吧！不管是用来做早餐还是晚餐，都特别的养胃哦。喝上一碗暖烘烘的，特别舒服，高营养低热量。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可以用来做减脂代餐哦。现在也是佛手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当季的蔬菜是最好吃的时候，碰上这么好的菜，一定要试一试。早上吃一碗，一整天都是元气满满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